弹！哎，我的金箍棒，我的火箭枪，我的火焰伞！拜拜了你们！老娟，哦，小牛，放着呢，这边药材不错。你上次让我给取经组设置点障碍，帮他们完成阴难，我不是搞砸了吗？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事给摆平了？哦，哇，老君还得是你啊，真靠谱！哎，你直接跟取经项目组的人说就行了。哦，老君，要是现在方便的话，帮我写个手谕，这样他们就不会为难我了。行。老君，哦，小牛，老君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你不是要帮我摆平吗？那你写个手谕保我呀。好，现在就写。行，不是老不死了，你玩我呢？本来想保你的，现在我改主意了。哎，老君，不是都说好做完这单就让我复职吗？那我有让你偷走金刚圈毁掉取经项目吗？我没吃唐僧肉啊。小牛啊，你吃没吃都对得起这个劲，我也只能动用我的人脉关系，给你争取一个宽大处理。处理。那你进去啊。别耽误时间，下门。给我放什么的？动啊！为什么不动？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新同事，欢迎来到淮南。大王，您又做噩梦了。自从您收了这金箍，茶饭不思夜不能寐，这究竟是何物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东西邪门得很，我一直不敢探寻根底。但这没这尬住也不是办法啊，大王。那天那些神仙看你的眼神，好像在看一块牛肉啊。你说的好有道理，虽然你是我花200灵石过来的演员，但头脑还真是灵光啊。那就让我用神识探查一番。这天空之内竟别有洞天。神器使者是神器使者！天哪，我们已经有500年没出过神器使者了。神器使者。以前这方天地饱受5行天灾困，多亏历代使者携神器直面天道，才让死劫生灵得以停止。自500年前，最后一任使者齐心协力击破4方，5岳归一，形成了如今的中土大陆。纷涌而来的天灾相互制衡，反而形成了和谐统一的环境。不错，我长大以后也要成为像神器使者那样的人，一换5行，我则特胜。哈哈哈，我们5行后人念其恩泽，世代共主。没想到时隔500年，竟然再次有使者出现，定是我中土将兴之兆。哈哈哈哈！哎，你说对了，我们大王那可是文武双全、一表牛才，天生的领袖啊！哦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我们又不是来这里当土皇帝，外面还有取经项目在找我们握手一交哎。啊，对了，大王，那我们要怎么出去啊？老人家，我们怎么离开这里啊？直走右拐，然后左拐。不是老人家，我的意思是怎么到无双大王冠外面去啊？无双大王冠不是在你手里吗？他说的很有道理，我们在外面啊。没道理的，大王，我们现在处于神器的内部空间，您试试看能不能用仙法打碎空间出去吧。行。蛮牛神火诀。快看，是流星。隔壁许个愿吧。我的愿望是再给我1000个愿望。我去，大王，您的功力突飞猛进啊！不对，是这里的环境，空间之中居然蕴含如此丰富的火元素，这对我修行的功法大有裨益啊！哎呀，大王，反正现下暂无逃离之法，不如干脆在此休息，待修为提升之后，兴许能看出些门道来。这不合适吧？大王既然能凭借神器来到此处，定是天意如此，大王何不顺天而昌呢？对吗？利用此处地利修行的过程，也是在加深对这片空间的理解，说不定能摸索出离开的门道呢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要闭关一段时间。小王啊，这段时间神器使者的工作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大王。哇，从未如此美妙的突破！啊，我去，什么情况这是？大王，实不相瞒，自从你闭关修炼，这片天地间的火元素骤减，5行失衡，又以红彩和陨铁为甚。不过我们万众一心，总算是成功抵御。是啊，多亏代理使者领导有方，传授给我们先进的应对公式，我们才能人定胜天啊！这么大的事你不早说！您这是闭关的关键时期，我是不敢打扰啊。对了，您这番突破可有摸索到逃离之法？好像有领悟到一点，但是还差一点。那还得继续努力啊，大王，再接着参悟吧。那不行，要是我再继续吸收火元素修行，现在岂不是更胜从前？哎，大王，既然天灾是由5行失衡引起的，那我们平衡5行不就行了？小妹妹，我看你天赋异禀，是个修仙的好苗子，这本碧海潮生诀一定适合你。哎，等等，不喜欢啊？那你随便挑一本吧。
这次咱们一共挑选了23位修士，用来消耗天地间的金木土水，平衡我修炼时需要的火元素。希望大家修行的路上一帆风顺。哎，我说哥们儿，你当使者往上往下这么多年，还没帮你提升提升。我对大王忠心耿耿，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么物质。别吹了，我看啊，他就是把你当成狗腿子了。还有一件事，这位小王本来说要花200灵石雇来演妖妃，但是这么多年他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。正好这次招募修士过后，我一个人活属性的消耗有点跟不上你了，我决定把我的功法分享给他，让他与我同修大道。我的活就传给你了。你们总说我是大王身边的一条狗，但是当狗有什么不好？小王啊，你修行进步尚浅，不需要频繁的长时间闭关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外面还得顶多操劳了。放心吧，大王，祝你这次顺利突破，再上层楼。啊，从未如此美妙的。定时大王水火不止节制，打破平衡。大家先维持结界，沉默天灾，事后定去讨个说法。大王，您出关了。什么情况？啊，不是这什么情况啊？大王有所不知，您闭关以后五行平衡，虽然暂时没有出现太极端尖锐的问题，但一段时间过后，五行减损的弊端就一一显现，土质变差，水质浑浊，火力不足，植株生长缓慢。渐渐的，开始有中土大陆的居民怀疑是我们调取了太多五行元素，致使天地能量大打折扣。坏了，没想到这一层，赶紧把修士们叫来开会。哎，大王，不用了，我已经解决了。你怎么解决的？我把大王分发下来的各路功法要诀烧做好，摘下残篇碎本发放给所有居民修习。想要种植作物，就用法术改善土质；想要引金炼铁，就用法术生火开矿。他们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公平竞争，享用五行资源。而且他们那点微末道行调取的资源根本影响不到我们的修行。他们可是对此感恩戴德。全民修行的时代很快开启，这下他们就得资源缺失，只是互相指责对方占用了太多元素修炼，根本没人把矛头对准我们。太爽了，离火春君！我以后也要成为这样的修士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啊！后来那些从事不同生产工作、有着不同元素需求的修士们划分派系，各自为营。中土大陆自此分崩离析，形成了五岳宗门。他们各自修行，又以天灾为胁，不断突破，早已形成了稳定的新秩序。现在咱们的位置处于火宗，大王可尽情修炼，我处境资源丰富，一生一世花不完呐，一生一世花不完。大王，你变了，你居然开始嫉妒我的才华。我就不该交给你！你现在搞成这样，怎么收场啊？怪我？大王，别忘了，这事走到这步，是从第一步就注定好的。我不该把蛮牛神火诀传授给你，你也曾勤勤恳恳带着百姓抵御天灾，但自从这功法和你利益相关，你就不择手段。再上一步，我从一开始就不该贪图这里的修行资源，该开这个先河的，做他必有效行之。你又错了的。再上一步，你坐上那个位子开始，这是第一步。你真以为自己是什么神器使者？这是过去的英雄用来拯救世界的工具。在上一任使者离开之后，他就只是个勋章，而不是什么王冠。你只是恰好他出现在了那个座位上，他们就不该把你奉若神明，对你言听计从。你也，我也不该接受。没错。天之道，虽有余而力不足；人之道，虽不足以奉有余。老头，你天天念叨这几句，什么意思？这还不能理解？跟了我这么久，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？你看这水，总是从水势高处流向水势低处，这不就是虽有余而力不足吗？那人之道，虽不足以奉有余，又是个啥呢？天道若是水，人道便是鱼。大鱼会为了存活下去吃掉小鱼，小鱼也会吃掉虾鱼。越是强悍的生命，就越是会为了存活而吞噬更多弱小的生命。这不就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吗？哦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现象？行了行了，放我下来吧，后面的路我自己走。因为天道无情而人有情，沙砾海草可随波逐流，但鱼肉可以吗？鱼儿是有情的，放到礁石就会痛，游得太久就会累，吃不到虾米就会饿。
哦，我懂了。飞温的存活下去，人会逐渐掌握水流的动向，就像水草的分布，探寻礁石的位置，就像人一样，为了抵御风雪而伐木建屋，为了砍伐树木而眼睛猎取，并为了制造晶体而燃木取火。正因为顺应天之道而产生的人之德，用符合道德的方式薪火相传，有情之物才得以存活下去啊！我化形了，衣物到了，恭喜恭喜啊！穿上衣服吧。那老头，咱们修仙的算什么？河流之手总有些逆流而上的，他们把实力悬殊的天敌当作对手，用湍急的水流触点肉身，用坚硬的鳞片击碎礁石，用灵活的身法震开水藻。渐渐的，直到成为了这片水域规则的一部分。所有的鱼儿在交流这片水域的生存法则之时，都会不可避免地提到，除了水流、水草、礁石之外，还有一只不得不留意的强大水神。有着无穷的伟力，既可施云过雨，辅佐一方，还能翻江倒海，威武无敌。断突破，这就是心。老头说的没错，修仙者会成为天道的一部分，进而不断影响甚至改变天道。大王，你说什么？如果这方天地是在模拟现实，莫非天道之变已经机量成质了？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何为神器使者。五行相生相克是旧天道，五行分崩离析形成天灾，这是新天道。而神器使者代表着旧人德，遵循五行定数维系循环。尽管无法与新天道契合，但他们的存在是必要的，因为新道德的产生需要时间，所以神器使者不断的传承，一代又一代维系着文明的兴亡。而在新道德出现之后，旧道德的崩塌需要有人来背锅，这也是对旧天道的否认和终结。这什么是新道德？是，什么是新道德？如果说仙人成为了天道的一部分，影响并改变了天道，就像一片纯粹的白里融入了一块黑，相对应的，纯粹的黑里也要融入一片白，这就是万家计划。白中之黑是天道沾染的人性，那黑中之白自然就是让某人来代行天道。我明白了，这些神器就是一件测试工具，它的目的就是筛选出能够代行天道的人。老君，我好像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了。小王啊，是我对不住你，把你卷进来了。你留塔观察一段时间，确保记忆不会恢复，就可以回去了。啥记忆啊？这就对了。你来抓住唐三，象征性的为难一下他们就行。搞成这样怎么收场啊？我甘愿受罚。接受的挺快啊！早在梦中就已经做好心理建设了，只是没想到捅的篓子比想象中还要大。神仙犯错一般如何处罚？你心里有数吧？去土山宫烧锅炉吧。那不就相当于没惩罚吗？哎呦我，老君还是你有路子，这么大的事都让你给摆平了。哎呦我，谁说没惩罚？天机不可泄露，此番布局牵扯甚远，怎地在一个小小的金兜山，叫你那青牛徒弟窥见了天机？天道无常，无人体会。或许此劫也是命中注定。此番是我管教无方，险些酿成大祸，相关责罚就由我代为受理。上次你这么拉着我，还是我红尘历练结束，将要返回天宫之时。时隔千年再逢此地，却是送我离开天庭，却受这轮回之刑，真是造化弄人呐！小牛啊，其实你知道的，关于水和鱼的故事还没有结束。成为大鱼好像也没什么好。你是作为小鱼，斗的是涓涓细流，生老病死；成为大鱼之后，斗的是滔天巨浪，天劫地灾。要是从一开始什么都不做就好，随波逐流。傻瓜，人和鱼一样，都是有情之物，有情岂能无为啊？可有些修仙者追求的不就是太上忘情吗？修士把自己的身体分作五脏五行、阴阳二气，就是在模仿天道。修炼无形之道的仙人，也坚信越是无情，越是接近天道。我曾有位精于此道的朋友，他也真的如愿以偿，达到了他想要的至高境界。后来呢？他不知何所求，也不知何所往，化作了一阵风，一道雷，成为了天地的一部分，成为了世间最强悍的力量，并且永恒不灭。修仙的终点也不过如此啊！但他丢失了自我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存在着，就像天道一样，只是作为规则运行着。怎么会这样？
所以无为并非不为，忘情并非无情。遵循天道亦要守住自我，就像在无边混沌之中守住那方寸意识，否则便会被天道吞噬。难道这就是天道受仙人影响而改变的原理？无人之水、无名之火，甚至渡劫时的无缘之力，难道都是剑人？好了，放我下来吧，后面的路该我自己走。小妞，我知你一向聪慧，但惠及必伤，这是我始终担心的。记住，不要迷茫地踏入那社会，无论谣言真流还是随波逐流，我要守住自我。下次再见之时，我可要检查的。师傅！